康熙年间，与山镇有个叫卢文启的大户，平日除了做生意，还爱好收藏，家里有个闲趣阁，专门布置四处搜集的古玩字画，闲时呼朋唤友，把酒吟赏。一次，有同道对卢文启而语，阁中藏品量虽多而质不佳，更缺少镇阁之宝，遗憾啊。卢文启心里不高兴，嘴上却道：我有宝物，只是不能给你看。他暗自咬牙，怎能如此丢失颜面？时隔不久，卢文启再邀群朋，一览其新近收藏的镇阁之宝。众人抬眼望去，不由眼前一亮，一只造型精美的朱漆妆帘令周围一切黯然失色。此物成帘半形，盒盖顶部刻有园林仕女图，图中二侍女长裙腋的，发髻高耸，各执团扇，款款而行，有女童一旁持否而立，四周上有朱红漆，枪刻有山石、花卉、树木等。卢文启介绍，此物唤作仕女朱漆帘，乃南宋之物，东西虽小，价值不可估量，众人知之甚少，无不露出惊叹之色。这回卢文启算是找足了面子，但事后一想，总觉得此举似有不妥，毕竟那不过是件做工考究的仿品，只为满足一时的虚荣心。卢家藏有宝莲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不少人慕名前来。卢文启心里没底，只闪烁推脱，不再以怜世人，访者只能败兴而去，更增加了仕女朱漆帘的神秘。这天，卢文启正在书房习字，私塾先生慌张来报，方才他去了趟茅房，小少爷阿宝竟不见了。卢文启猜想，阿宝天生顽劣，想必又跟先生捉起了迷藏，便发动家人寻找，角角落落寻了个遍，仍不见阿宝踪迹。他这才心慌起来，正欲报官，却见家人递上一封信。卢文启看罢，跌坐在地。原来阿宝去院外玩耍，竟遭绑票，现在歹人捎信，指明要用宝莲交换，不得报官。为了爱子，卢文启宁愿倾其所有，区区一只仿品自然不在话下。他让家丁备好仕女朱漆帘，按照绑匪所约送到预定地点，自己只身来到林子里街头。可早过了约定时间，仍不见歹人踪影。卢文启心中焦急，开始在林子里左右寻找，忽觉脚下踩了软物，低头一瞅，不由失声尖叫。脚下正是阿宝，只是面色惨白，毫无气息。卢文启骂了声狗日的歹人，心疼的一下昏了过去。其实倒不是歹人存心撕票，是有凑巧，有对衙役执行公务员远奔歹人的藏身处而来，歹人误以为卢文启报了官，再加上阿宝蹭掉了堵嘴的布头，大呼小叫，吓得歹人慌忙捂住阿宝的嘴，不想捂得太久，竟把阿宝闷死了。为了一只没甚价值的仕女朱漆帘，
竟搭进了儿子的性命。卢文启一头抢地，后悔的连死的心都有了。这段日子他几乎是天天做梦，总梦见侍女朱七脸上鲜血淋漓，还梦见满脸是血的阿宝跟他讨命。没办法，为免日后再生事端，卢文启情急之下，将侍女朱七莲搬到大街上，当着围观的众人砸了个稀巴烂，然后一把火烧了个干净。他以为这样一来，人们就会将宝莲之事遗忘，从此天下太平。可很快就有了另一种说法，姓卢的不是白痴，怎么会把那么值钱的东西付之一炬？他烧掉的只是不值钱的赝品。卢文启欲哭无泪，逢人便解释：我卢文启对天发誓，阁中所藏本是请高人做的仿品，哪有什么狗屁侍女朱七莲？可没有人相信。半年过后，卢文启总算从丧子之痛中慢慢走了出来。这天他打起精神去几个铺子料理生意，傍晚回来时见家里乱哄哄的。家丁告知，中午来了一班衙役，说是要搜查逃犯，然后东翻西找，折腾了个乱七八糟，什么也没找到，最后一走了之。卢文启觉得事有蹊跷，忙派家丁去县衙核实，方知官府今日并未动用人马抓逃犯。卢文启料定这是山上贼寇所为，冒充衙役光天化日闯入卢府，还是冲着那只根本不存在的朱七莲来的。本已痛失爱子，岂能再让其他家人遭受株连？卢文启思前想后，觉得此事应该有个了断。接下来一连多日，卢夫人发现每到3更半夜，老爷就背个大包，独自悄悄去后山，便跟踪想看个究竟。不想没跟几步就被石子绊了个趔趄，暴露了。卢文启见是夫人，就告诉他，眼下兵荒马乱，为防止歹人洗劫，必须将部分值钱的东西转移出去藏起来，以备日后有不时之需。夫人见是如此，便不再多问，由老爷去了。几天后，卢文启举家迁往200里外的海州城，他高价雇佣10几位官差护卫，择了个良辰吉日动身。一干人马刚离开羽山镇50里，来到横沟岭下，忽然有一队山贼呐喊着飞马冲下来，领头的是土匪黑皮三。原来这黑皮三不知从哪里掳来一绝美女子，有意做压寨夫人，可女子是死不从。韦伯美女一笑，黑皮三急的是抓耳挠腮。这时手下二秃子来报，羽山镇卢老爷举家搬迁，由此经过。黑皮三一拍大腿，说：真乃天助我也。原来绑架杀死阿宝的正是二秃子。二秃子因背负人命，不得已投奔了黑皮三，并把卢家有稀世珍宝的消息透露给了黑皮三作为见面礼。上次扮成衙役闯进卢家的正是这帮土匪，只可惜一无所获。现在卢家兴师动众搬家，那宝物定然随身携带。
而这绝世宝物定能讨美女欢心，岂能错过？黑皮三的手下一通厮杀过后，悉数被掳上山去。黑皮三劝卢文启交出宝物，以免累及他人。卢文启道：要银子可以，要是女朱妻连难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侍女朱妻连。黑皮三哪里肯信，他拽过卢文启的一个家丁，手起刀落，砍了脑袋，又将卢夫人拉出来，当众一件件脱他身上的衣物。卢文启恨得咬破了嘴唇，抬手示意黑皮三停下，说可以下山取宝。黑皮三叮嘱手下严加看管卢家老小，自己领着一帮手下押着卢文启下了山。人马来到雨山脚下，随后辗转往山上爬，爬过2个小山包，越过一条山涧。卢文启在一处茂密的灌木丛前停下，拨开眼前的杂草，露出一个1人多高的洞口。众匪一看就明白了，宝物就在洞里。黑皮三吩咐手下点起10多支火把，又在卢文启腰间系了根绳子，由2秃子从后面牵着，前头带路。卢文启举着火把，摸索着慢慢往洞里走。走了一会儿，忽然高声唱起山歌，声音在洞中回荡，惊得一群山鸟呼啦啦从头顶飞过，吓得后面的山贼差点儿没尿了裤子。黑皮三骂道：哭丧了，不许唱。卢文启道：我唱歌是给自己壮胆，要不你们谁胆子大，前面带路。黑皮三见手下个个直往后缩，便恶狠狠道：那你好吧，回头拿不出宝物，老子再要你好看。卢文启忽然哈哈大笑，还不知道谁要谁好看呢？此洞就是尔等葬身之地，刚才我已用火把点燃炸药的引线，你们抬头看看。山贼们纷纷仰脸，果然见山洞顶部一溜火星闪烁，立即炸了锅一般往外逃。黑皮三骂了句：你他娘的疯了，也撒开鸭子。可一切都晚了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。再说被黑皮三杀散的官差们回到县衙，连夜以来大队官兵攻破了黑皮三的山寨，救出了卢文启的家眷。家人回到雨山镇，在整理卢文启的书房时，发现桌上放着卢老爷的一首绝命诗：本为富裕安乐户，何来仕女朱妻连？招来鬼魅降大难，家破人亡凶事连。退避流离消万念，拼却一命成列丸。人生何须贪虚华，从来真诚最值钱。